走在这个地铁站，好像走在一个火车站一样，非常的宽大。往这边呢就是1号航站楼。现在呢，我来到了浦东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3楼，这边呢是出发层了。大家好，现在已经晚上7点多钟了。我搭了的士来到了这个叫景洪路的机场联络线的一个地铁站，也是15号线的一个地铁站。从这边呢，我要去做一次机场联络线，是虹桥机场到浦东机场的联络线，是一个快速的城际列车，或者是快速地铁吧，应该跟广州的18、22号线一样的，就是时速达到160公里的一条快线。那这条线呢，其实是去年12月份才刚刚通车，它作为上海的2大机场之间的一个快速连接线，就已经开通了8个月了。所以呢，我们是第一次来利用这条快线。其实上海呢，原本就有2号线的地铁是连通2个航站楼的2个空港，但是2号线呢，大概时间比较久，大概要1个半小时才能够连通2个机场。但这个呢，据说也就是半个来小时吧，因为它是一个快线所以它停的站比较少。但是呢，每一个站都是一个换乘站，很可惜就跟我的住所新庄这边呢，没有一个站口，因为据说原来是有的，规划是有的，但是当地的居民呢，怕这些噪音施工给他们房屋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损害等等结果坚决反对。他们也就是说民意还是起了作用吧，最后呢就废除了在春生堂那边设站的想法。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宽敞的联络线的站厅里面，我们来看一看这边呢，当然不仅有这个手扶电梯，也有无障碍电梯。这边呢就是一个售票处。我个人感觉应该跟普通的地铁没什么两样吧，但是它是不是这种无障碍换乘的电梯？我们现在里面去看。还是非常宽敞的，进来呢一样是要安检，这边也有一个服务中心，但整个站厅呢就显得非常的宽大景洪路就是这个站，你看上海的地铁线已经四通八达，大概有800来公里吧。总之还在不断延伸，而且现在还派生出一些城际的这种类似地铁一样的城际列车也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就是这个航站楼，但我看到这边你看有15号线的换乘，但是在站内换乘还是在站外换乘呢，我就不太清楚。乘客们，乘坐这部楼梯不要看手机，请握扶手，谢谢。可能这个时间点吧，
坐车的人已经比较少了，或者说利用这条线的大部分呢都是往来两个机场的，所以呢，一般的这个乘客可能会比较少吧。现在我们从这边下去啊，走的往浦东1号、2号航站楼，跟普通的地铁没有什么区别。你看这边呢，就是前往浦东1号、2号航站楼，同样的屏蔽门，跟地铁的这个设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锦丰路的出口是怎样的。这边呢，就是轨道交通15号线和这个4义机场线呢是相交的，这个是它的站内的城市。现在我们在这里，所以我感觉它跟那个15号线应该没有直接换乘的吧。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等车，等一下到了车上我们再看看啊，如果人不多也可以拍一下。机场联络线的车已经进来了，但是我看到这个地方很多人呢。从锦黄路到机场一共是4个站。使用电子设备时，禁止外放声音。很快啊，这个站已经到了30南了，还剩了3站而已了。终点的前一站是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应该离迪士尼的园比较近的地方。很神奇的啊！轻按一下，它就可以打开，在这个上面就可以无线充电。再按一下，它就退回去了。我觉得这也不错。浦东1号、2号航站楼到站，这个航站楼是合二为一的。看来这个联络线利用的人还是挺多的，或者说它的班次不够多吧。你看刚刚上来下来的人很多。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终点站浦东1号、2号航站楼。这边写得很清楚啊，往2号航站楼呢是这个方向，我们呢是要去1号航站楼。卫生间、哺乳室等等设施呢都是一应俱全的。整个乘坐的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快速的地铁，里边的装潢啊、设施啊，都还算比较新颖，而且我感觉跟西方的这种设计比较相近，因为它是用的布的这种座椅套，当然这个是可拆卸的。现在我们就从这边出站，看看要花多少钱。刚才70几，现在56，应该也就花了10多。看来航站楼1是在那里。就刚刚说到了，整个的乘坐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这个车厢里面呢，不仅配的这些座位啊，有横的有竖的，你可以有一定的选择，专门有放行李的行李架，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按压式，它就可以出来的一种无线充电的装置，我觉得这个也相当不错。走在这个
地铁站好像走在一个火车站一样，非常的宽大。这里有各个地方的去的车口。1航站楼，我们应该是到1航站楼，应该从这个地方上去。今天呢，我跟我家人都约好了到浦东国际机场来接我的小孩。看我上个视频的朋友呢，应该了解到，我们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然后呢，他去了台北，我们到了上海，最终呢，我们在上海相聚。这就今天晚上我们相聚地方。我的大孩子们今天下班以后直接去机场，我们呢从家里前往浦东国际机场。他应该是8点40左右落地，还要出关，应该9点多钟可以见到他。那么今天呢也是第一次体验了一下上海2个机场之间的联络线，这感觉还是相当不错。一个是确实很快捷，另外一个呢设备车辆设施都非常新，应该感觉还是很舒服。虽然说它在我住所的边上呢，并没有一个车站。我们今天是搭的滴滴，叫了滴滴以后，先到了锦城路的一个站，然后呢，我们才坐上了这个联络线。这边呢是2个方向你看2号航站楼往这个方面去，往这边呢就是1号航站楼，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挺有意思。再次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去到迎接的地方，等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这边有非常清晰的航班信息上海浦东机场也已经建了很多年了，第1、第2航站楼呢应该是连在一块的，但现在呢也在建新的第3航站楼，我相信呢应该距离第1、第2航站楼有点距离那等到建成以后呢，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空港，而且呢它也在建交通的枢纽，会有高铁、城际地铁等等。过了一道安检正式进入了浦东机场的1号航站楼。往上去到3层呢是出发，但我要去1楼的到达接人。这个里面呢就是取行李的转盘处了。从这边呢出来就是国内到达，国际到达应该还要往前走。这边还是有不少人来接机上海呢作为中国最大的一座商业城市，跟国际的接轨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的。这边还弄了一点装饰，但是呢还是比较简约风的，没有那种很夸张的五颜六色那种装潢。整个空港呢还是比较低调务实，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兼商务中心。从这边开始呢，应该是国际到达区域的。这边也有一个小可爱的装饰。这边还有一家罗森便利店，还有一个
问信的柜台、外币的找换也包括中国电信这样子的电话卡的地方。这边还有出国租用这些 WiFi 装置、信用卡的地方。好了，等一会儿我们就在这边接我们的孩子了。时间尚早，我们再到别家去看看吧。现在呢，我来到了浦东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3楼，这边呢是出发层就有很多的值机的柜台。我们是冲着边上的这些餐饮店来的你看这边还不少的餐馆，有越南粉，有港式茶餐厅，当然少不了星巴克。所以这边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可以让大家这边歇歇脚。看到有些人可能航班是明天早上的吧，都已经占了位置睡觉了。我觉得一个好的机场就是允许人家在机场里面过夜。但是呢，我在那个厦门的高级机场当时也是因为第二天的航班，结果呢在那边凑合了一个晚上，真的留下阴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能够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并且晚上全部都关门了，要到早上5点半以后整个出发证才会被打开，非常可笑的一个机场。但是我相信上海应该不会吧，这里呢毕竟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一个跟国外比较接轨的机场就应该不会出现这种要在这边休息一晚上这样的客人赶走的这种情况。趁着我的大孩子还在路上，我们先找个餐馆坐一坐，等他来了以后再一块吃点东西，然后我们去接我们的小孩。可能是晚上的缘故吧，就这个出发层这边的值机柜台呢，我看这个前面都没有什么人，就在这边候机等候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这个机场呢，看上去规模还是有的，这个还是它的 T1 航站楼而已，相信呢会有更大的空间在 T2，还有在未来的 T3航站楼。现在呢已经快接近9点钟了，所以可能也是比较晚了，除了更晚的一些晚班机以外，今天一天的航班大部分都应该结束了。那我就在这个已经过了繁忙时段的机场的出发层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等一会儿呢，家人团聚，那改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关注，谢谢大家观看，我们再见，拜拜。